这是两个古老城市的故事，而树木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在公元前3000年，乌鲁克的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现代纽约市。这个拥挤的首都必须不断扩大灌溉系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2500年后，斯里兰卡的阿努拉德普勒城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这里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就像乌鲁克一样，这座城市也严重地依赖于精心设计的灌溉系统。随着乌鲁克的扩张，其农民开始砍伐树木，以腾出空间种植更多农作物。然而，在阿努拉德普勒，树木是神圣的。他们的城市里有一棵菩提树的分支，据说佛陀就是在这棵树下悟道的。宗教敬虔放慢了农民挥动斧头的速度，甚至让该城市在城市公园种下了另外的树木。最初，乌鲁克的扩张运作良好。但是，由于没有树木来过滤供水，乌鲁克的灌溉系统受到了污染。水蒸发后留下了矿物质沉积，使土壤变得太咸，无法用于农业耕种。相反，阿努拉德普勒的灌溉系统是在与周围的森林协调工作。他们的城市人口最终达到了乌鲁克的2倍多。如今，阿努拉德普勒仍然在呵护2000年前种植的树木。我们可能会认为自然与我们的城市空间无关，但是树木一直是成功的城市背后的重要组成部分。树木就像天然海绵一样，吸收雨水径流，然后将其释放回大气中。树木根部的网状结构可防止泥石流，同时使土壤保持水分并滤出毒素。根部有助于防止洪水泛滥，同时减少对雨水渠和水处理厂的需求。它们多孔的叶子可通过捕获碳和其他污染物来净化空气，从而在应对气候变化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都在不断发现这些树木的好处。但是，树木不仅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健康至关重要，它们在公民的健康方面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1870年代，曼哈顿岛在该岛的公园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树木，没有树木遮阴。建筑物在致命的夏季热浪中吸收的太阳辐射比平时多了近9倍，加上该时期恶劣的卫生条件，酷热使这座城市成为霍乱等细菌的温床。在当今的香港，高大的摩天大楼和地下基础设施使得树木难以生长，这加剧了该城市本就恶劣的空气质量，还会导致支气管炎和肺功能下降。树木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研究表明，绿叶的存在增加了注意力跨度，并降低了压力水平。甚至有证据表明，在窗外只能看到砖墙的医院，患者的康复速度要比在窗外有自然风景的医院的患者康复得更慢。幸运的是，许多城市的窗外都是这样的一番风景，这绝非偶然。早在18世纪，城市规划者就开始认识到城市树木的重要性。1733年，詹姆斯·奥格尔索普上校规划了佐治亚州萨凡纳市，以确保任何社区距离公园的步行距离都不超过2分钟。第2次世界大战后，丹麦哥本哈根市将所有新的开发项目布局在5条城市要道周边，彼此间有公园相隔。这种布局提高了城市抵御污染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另外，城市树木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人类。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森林公园保留了该地区的自然生物多样性，使该市成为各种当地植物、112种鸟类和62种哺乳动物的家园。没有哪个城市比新加坡更致力于植树造林了。自1967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已种植了超过120万棵树，其中包括50米高、被称为超级树的垂直花园。这些结构利用太阳能和收集的雨水来维持自身和附近温室的运转。目前，树木和植被覆盖了新加坡50%以上的陆地，减少了对空调的需求，并鼓励了低污染的交通运输方式。据估计，到2050年，全球将有超过65%的人居住在城市中。城市规划人员可以打下生态友好的基础，但居住在这些城市森林中的人们才可以决定是否为人类以外的生物提供生存空间。
我们拥有能够拯救世界的工具和知识，但你接下来该怎么做呢？访问 ad.ted.com/earthschool， 获取路线图和能够产生影响的具体行动。